我国目前实控加勒万河谷，印度却要求我国后撤，我们能同意吗？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，该地区由我国实控，印度却要求我国撤出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印度基本情况。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，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，其东北部为中国、尼泊尔和不丹，西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，东部与孟加拉国和缅甸为邻，东南部是斯里兰卡，二者隔保克海峡相望。印度三面环海，深入印度洋，东西两侧分别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，海岸线长达5560公里。截止到2023年4月19号，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4.28亿，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有100多个民族，与多民族相伴的还有多语言和多宗教。印度国内存在约2000种语言，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学的有55种，但是官方语言英语的普及率只有10%左右。该国主要宗教包括印度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锡克教等7种，而且各族各教派之间矛盾重重，最终导致印度社会极为割裂和分散。具象化的一种表现就是，印度29个邦和7个直辖市中，最起码有8个邦在闹独立。印度矿产资源丰富，铝土的储量和煤炭的产量都居世界第5位，云母出口量占全球的60%。此外，印度还有约86吨黄金、8.96亿吨石油、6971立方米天然气。该国是传统农业国，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冷空气南下。南方印度洋的湿润气流带来丰沛的降水，印度河与恒河冲刷出大面积平原。这些因素叠加，使印度的可耕种面积占全球的10%。该国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、小麦、黄麻、棉花等。2022年，印度的粮食产量为3.24亿吨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。尽管如此，印度仍有大约1.9亿人口处于饥饿之中，占全国人口的14%。2022年，印度的 GDP 约3.39万亿美元，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。该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，纺织、食品、精密仪器、汽车加工、软件制造等工业发展比较迅速。但是，印度社会发展极不平衡。根据联合国数据，印度最富有的10%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76.3%。该国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超过60%，但是却没有为社会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。印度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仅为23%，提供的就业机会更为有限。因此，印度贫富差距极大。该国目前有 7.8亿人口在贫困线以下，其中绝对贫困人口约 2.28亿，数量居世界之首。印度要求我国退出加勒万河谷。中国与印度有大约2000公里的边境线，只按照传统习惯线管辖。中印边界分为东、中、西3段，西线的阿克塞钦和东线的藏南地区是中印冲突多发地。在阿克塞钦西部的加勒万河谷也曾爆发边境冲突。加勒万河发源于阿克塞钦南部，大致呈现东西走向，流出我国国境后注入印度控制的什约克河，二者形成丁字形河道。加勒万河河谷位于喀拉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区，海拔在5100米左右，周围山势高峻，河谷与山顶高差有500米左右。加勒万河全长只有83公里，但是沿途水流湍急，有至少9处深达数十米的深潭，只有河谷地区地势稍缓。正因为地质条件的严酷，因此该地区的道路和运输线基本沿天然河谷展开。2019年，莫迪连任之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，在中印边界大做文章，将我国的阿克塞钦、巴里加斯等地划入所谓拉达克直辖区，导致两国边境时常处于紧张氛围中。加勒万河谷位于中印实控线的中方一侧，印度长时间在此修建桥梁、公路等设施，无视中方的交涉和抗议。2020年5月，印方士兵越界挑衅，企图改变实控现状。6月6号，中印达成共识，印方承诺不会越过实控线。但是6月15号，印度违背承诺，跨越实控线，暴力攻击我方前往交涉的边防官兵，导致出现人员伤亡。关于这次冲突，印度总理莫迪表示，中方并未越界，这与印度外交部的发言自相矛盾。在冲突之后的两国边防会议中，印度要求我国撤出加勒万河谷，尽量撤到远离边境线的位置，否则中印边界没有和平可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3. 加勒万河谷的重要性。
中印东段边界线基本沿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，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，西段沿着喀拉昆仑山脉走向。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处于高寒山区，环境恶劣，而加勒万河谷是其中难得的较为开阔平坦的区域。我国主张中印在该区域的边界线以什约克河为界，但是遭到印方拒绝。什约克河位于喀拉昆仑山雪线以东，喀拉昆仑山海拔超过6000米，难以翻越，因此什约克河河谷成为印军陆上补给的唯一通道。为此，印度修建了一条从列城出发，穿过什约克河谷地，直达德普桑平地的边境公路。德普桑平地海拔大约5200至5800米，但是地势平坦。印军在这里修建了道拉特别奥里迪空军基地，作为针对我国阿克塞钦的前哨。而加勒万河谷正好位于印军什约克河的中间，一旦掐断这里，就掐断了印军的陆上补给线。同时，加勒万河谷的地势高于印度地区，我国可以从这里俯视两河交汇区域，监视印军动向，提前做好军事部署。而对于印度而言，加勒万河谷是印度进入阿克塞钦的必经之地。阿克塞钦是西藏和新疆之间的交通要道，控制阿克塞钦就等于打开了前往中国西南和西北腹地的钥匙，因此印度才对加勒万河谷紧抓不放。